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R。为什么没有尾巴？啊！你要一起拍片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R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可能有点荒谬的事情，不是说要分享我怎么遇到我老婆这件事情很荒谬，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上野约会行程的 package， 我就是大概带了好几个人都是用这个约会行程的 package， 就可以让我不用那么尴尬。如果你有需要这个 package， 我会把今天影片提到的地方全部都放在下面。一开始我是2018年年初还年中开始用交友软体，可是我不知道台湾的女生跟女生的交友软体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至少当年我在东京用 Her 这个交友软体的时候，大家超安静，就算配对到之后，也很少人会主动跟你说话。后来我很感谢我有一个大学好朋友，他是交友软体达人，不过他是直的，所以他就跟我说，既然你们这么安静，你们那个圈这么安静，那就应该要主动一点。所以他后来跟我说，如果配对到的话，那我就自己主动联络他们，先确认说，他们是在日本是做什么的，他们是不是一个真的人，他们是不是男的之类的，来自哪个国家之类，就先闲聊一些，但是也不要聊太久，大概觉得差不多了就约他们出去喝咖啡啊，或是干嘛的。但是后我发现，我有一次约会跟人家出去喝咖啡，我发现超尴尬。我好像是那种要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要一直走动，我比较不会尴尬，所以我后来就自己发明了这个东京上野约会行程。为什么会选东京上野？是因为呢，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逛。今天呢，你如果约这个人，好，你到了，然后你们不知道要干嘛，我跟你讲，你就问他说，你现在肚子饿吗？他如果说饿，那你就问他说，那你现在想吃甜的还是想吃咸的？那如果他们说想吃咸的，他们又刚好没有对海鲜过敏或是不排斥海鲜，那我就超推荐上野阿美 Yokoucho， 就是旁边有一条逛街的地方，那边有很多很棒的日本的小东西嘛。反正你就大家去那条街里面逛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超级 CP 值很高，当年2019年 CP 值很高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，当年大概花个500-600日币，你就可以吃到很新鲜的海鲜，然后有3种料。如果他说他不想吃咸的，你可以带他去附近有一家，大概是上野就有好几家寒天的点心，这家店叫做米哈西。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我记得它好像是历史悠久到是可能1战还是2战之后他们就开到现在。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吃甜点，任何甜的东西，尤其是巧克力。我每次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很惊讶，眼睛张很大。我每次这样跟别人讲，或者跟新的认识的朋友讲，他们都觉得这个到底什么怪人。我不喜欢吃甜点，可是寒天的这个甜点我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我不知道台湾寒天是怎么样，但是它这个寒天的甜点，它寒天本身完全不甜，它会搭配红豆，那红豆泥就是有点甜，我基本上是觉得这样子搭在一起我还可以接受。那夏天的时候去，有时候它这个甜点上面当然还会有一些水果，冬天跟夏天可能都有，但是夏天去它有时候会再给你加一球可能抹茶冰淇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冰淇淋，反正我就觉得这家店就是不管你今天要去约会的人，他们是刚来日本住，Oh my god， 那是脚还是尾巴？我家猫在亲它的身体。不管你今天要出去约会的这个人，他是刚来日本住还是已经来日本住很久了，我基本上真的是很少遇到已经有去吃过这一家，所以我超级推这家。再加上如果是刚来日本，然后可能又是从欧美来的外国人，他们对这种甜点其实基本上还蛮有兴趣的，就是可能会想要尝试看看，所以我很推荐给大家。那如果他完全不饿，你就可以带他去上野公园逛，因为上野公园有非常多街头艺人，至少当年是疫情前啦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还有一些街头艺人。我记得我1-2年前去上野赏樱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些，除了有杂耍的艺人，之前有一个阿伯，他会用一个很大的拖把，那个拖把基本上它的尾巴的形状已经像是毛笔的那种形状，所以他就是用那个拖把在画很多12生肖图，真的是超级厉害。有时候有一些人在那边跳舞，有一些舞蹈好像是日本的文化，一些传统的舞蹈，所以也是蛮有趣的。像我后来发现，我约会比较不尴尬的话，我一定要可能先跟他去买个什么饮料，然后边走边喝。如果要我坐下来，然后
然后眼睛一直看着对方，那个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蛮尴尬的。上野车站它是一个有非常多不同家电车公司营运的一个车站，所以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举动是你可以做的，不用问他说你住在东京哪里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可能蛮冒犯的，而且会觉得我都还没有跟你见面，你就问我住哪里是蛮奇怪的。你可以问他说你觉得你会搭什么电车公司的电车来到上野？他如果你说某个电车公司，假如说 JR 线，假如说是Tokyo Metro， 你就跟他讲，你就在日本的电车网站上面，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就是用中文讲就是购内图，你都可以帮他们看出口。那你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约在哪一个出口？这样子，如果你自己是已经在东京待很久，你搞得懂状况了，就算你今天是搭其他电车线，你也可以去可能他抵达那个电车线的出口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几乎用这个方法跟他们约在，跟他们讲说哪个电车线的几号出口，然后我都是配合他们搭的那个电车线来，就几乎都没有遇到说找不到人的状况。我大概跟6个人出去约会吗？希望不要漏掉一个，然后之后被骂。我老婆的话，我是第7个才遇到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，每个人问我们说我们是怎么遇到的，然后我们都说我们是在 Her 这个软体上遇到的。今天这个影片完全没有赞助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软体在台湾 O 不 OK 红不红。对，如果你有很多经验，拜托在下面跟我分享，就是用这个软体的经验。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软体就是到底有没有用？因为我是他在这个软体上遇到的第一个人，他才刚使用这个软体，然后我就把他带走。我用这个软体用了大概1年半多吧，然后他是我见的第7个，差很多。他大概用这个软体不到1个月，然后我们就出去约会，然后就认识，然后就在一起。但是跟我老婆的话，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很不一样，就是跟前面6个人很明显很不一样。我觉得因为18年开始我有在处理自己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，虽然说我已经有在用交友软体，可是其实我18年真的没有跟太多人出去约会，主要集中都是在19。但是18年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多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，可能那时候慢慢的有点变成是慢慢开始变成 I 人，慢慢也蛮享受自己的时间，跟以前是很外向的我非常不一样。我以前是那种几乎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，很不独立的那种人。所以19年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去约会的时候，虽然说我们那个上野的行程全部都用完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很 panic 怎么办。通常我那个上野行程如果用完了，大概就是那就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约拜拜这样。可是他好像没有想要走的意思，然后我好像也不知道找不到理由说要怎么，就是我现在应该要走了。其实我那时候也没事啊，所以后来我就开始 panic。可是我就想说可是今天这次约会是我提出要来上野，我已经先有一个 idea 说带他来哪里了，然后我也想要看，就是等看看他有没有想要提出他之后想要去哪里的想法。好险，后来他有，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元素看一些奇怪的东西？我就说好。结果我在元素逛街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没有讲话，竟然不会尴尬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前很多约会，如果我没有讲话，我可能就会一直想要讲话。我很明显记得有一次约会跟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我会有点尴尬，我会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去填补要窒息的空气，可是竟然跟他却没有。后来我们元素也很快就逛完，结果我又开始有点小小的 panic。我们就说，我们既然已经逛这么久了，那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我们就去这家星巴克，我也超推，可是他每次都客满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天明明就是假日，那时候是黄金周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可是竟然我们大概有找到一个很棒的没有座位的位置，但是是一个很棒的看风景的地方。它是一个在屋顶的星巴克，可是它上面是有一个那叫落地窗吗？可是又不是，因为它是整个是开放式的。那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屋顶的那个玻璃前面，然后看夕阳，整个超美。我记得好像《疯狂亚洲富豪》这部电影，它又是在可能我硕士，也就是17年、18年还19年的时候上映的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就是 I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， 这首歌很有名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喝抹茶。当时只是学生啊，我也是学生啦，只是他那时候就请我喝抹茶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是学生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学生其实很穷，竟然请我喝抹茶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感动，然后我就好像有点没傻到，然后我们就在看那个夕阳，竟然就是天空就是粉红色，就觉得超美，然后背景音乐就在播这首歌，虽然说
他记忆力不是很好，他完全忘记当时后面是播这首歌，可是我就一直很深刻的记得。后来我们星巴克休息完喝完之后，好像2个人都还是没有很想要离开的意思。我就想到，表参道附近有一个很道地的美式披萨，因为他在日本念书之后，那个时候好像也1年多没有回家了。我觉得在日本，可能我以前是学生，没有那么多钱去尝试。在学生时期，那时候终于有一个朋友，就是有跟我讲有哪一家道地美式披萨。后来我知道这家之后，我都只去这一家跟 Costco， 因为我以前念书的地方附近有个 Costco， 所以我们如果要吃很道地的美式披萨，都只会去这2个地方。就如果去东京就这家叫 Pizza Slice， 我们就去吃家的披萨。吃完之后呢，大概都已经晚上6、7点多了。那天大概是1点的时候就见面了，可是2个人都还是没有很想要离开彼此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说好，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我们就看给车子看的路牌嘛，可能有3个箭头，直走是去哪里，右转是去哪里，左转是去哪里，然后蓝色的那种，我们就边走边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认识的地名，或是那个地名有没有电车站，我们就这样走都走，结果就这样走散步散了1个小时，我们从表参道散步散到就看到 Sandagaya， 然后我就说我知道那里有车站，这是一个 JR 中央总武线的车站，结果我们还是没有走到那一站。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个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东京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再穷，我可能需要心灵充电的时候，我都会去这个车站。我就说我知道这里是哪里耶，我完全可以知道我们怎么从这里然后可以走到电车站。我们就这样子就是完成了我大概史上人生最久的一次约会。到电车站的时候好像已经晚上9点多了嘛，非常非常感谢那天晚上让我住在他家的朋友，是我一个印尼的朋友，那时候让我住在他家。除了那个印尼的朋友，我在东京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台湾朋友，他也是每次我要去约会的时候就会愿意让我住在他家。我觉得没有很多人支持我今天不可能跟我老婆走到今天，因为我之前住在一个超级乡下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到东京的右边大概要1个半小时。好，然后那个乡下的地方公车它大概10点或者晚上10点半，最晚一般好像10点40它就停驶。如果你今天是在东京的左边，大概新宿跟涩谷这附近混的话，你假日的话，你如果要赶最后一班公车，你一定要在几乎是晚上8点半以前，你就要离开，赶快去搭车回那个乡下的地方。那一天我可以跟我老婆第一次约会大概这么久，但有几个小时啊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大概8个小时多的约会，都是要感谢很多在东京帮助我的朋友。可是后来我们到电车站，发生了一个超级夸张的事情，而且呢，这件事情夸张到我老婆竟然2年之后才跟我说，发生一个我一直都觉得是史上最浪漫的事情，好像就是我们就是 meant to be 了。结果他竟然2年后才跟我说，我体验了我以为的事情不是那样的事情，然后他一直不敢跟我讲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故事很浪漫。我就下次再跟你说。